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江江。今天我们来分享什么呢？今天我们要来分享的是在练习过程中，如果你有不断的练习，每天都有花一点时间练习，我相信你们都会进步，就像我一样，就是在慢慢进步过程当中呢，希望你们可以就是不要忘了，我们这个世界上是存在非常多元化的人，然后不要认为说哦，我自己练习，比如说我可能已经从1年级升到2年级，那我就看1年级的人很多事都是做错的，然后你就到处一直纠正人家。举个例子好了，比如说，很多念佛的人呢，他可能知道说哦不能杀生，所以他们就吃素，所以他们对那个肉食性的人类们就一直没办法接受，就觉得我们一直在，我们有吃肉的人，可能就是，嗯，可能一直在犯错啊，怎么觉得我们好像是执迷不悟啊？就是他们会一直用很多话来告诉我们，你们要吃素啊，这样才是对的。然后，嗯，什么之类的，就是对我知道吃素是好的，但是不见得适合每一个人，懂吗？如果说，我知道这个道理了，可是我看我身边的很多人都没有办法做到，那我就不断的用这个道理来去规劝我身边的人们，这样并不会带给我身边的人快乐。其实，在练习的过程之中，除了自己慢慢进步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附带，就是你必须引导你身边的人如何活得快乐，而不是你学到了东西，然后一直把你学到的框在别人身上，然后一直去认定别人做法是错的，然后去指责对方，你这样子是不对的。这样子其实会让人家觉得你有一点，就是有一点点，就是太过于是不是自以为是啦？就是好像自己才练习到哪一个程度，你就开始会告诉别人说你这样做不对，你这样做不对。其实练习过程是不不需要这样子去做的，只要自己有进步，用引导的方式告诉别人，而不是直接告诉对方你做错了。比如说，呃，刚刚是说吃素嘛，对不对？那比如说，我知道很多的事情都是由自己衍生出来的，就是所以对自己要负所有100%的责任，不管看得见或看不见，因为都是自己吸引来的。我知道，所以如果当我的亲朋好友可能会跟我说他怎么，然后他面临到什么样的问题，那我会告诉他说，以前我刚练习的时候，我讲话会比较直接，然后去说，其实就是你呀、你自己造就的啊。那你如果当初没有这样做的话，就不会这样子。现在我不会这样说，现在我会跟对方说，嗯，其实你已经做得很好啦，就是如果能够再怎样，你就应该可以再好一点点之类的话语，你去鼓励对方，让他也有一个方向去练习。其实真的，当你练习到一个程度，像我，练习到一个，我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说，我会开始有一些画面，对不对？那我可能那时候还不是那么成熟，我觉得在练习上面不是那么成熟，但是我又很喜悦，我已经有进步到那样的程度，所以我就可能会跟我的身边的朋友，我就会有点小小的透露说，哎，我在你身上看到了什么画面？但是画面的意思是什么，我不知道，只有当事者
可能才会比较清楚。然后呢，我自己是开心的，但是事后经由别的那个就是更高的那个朋友指示说，其实这样是不太好的，因为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使命，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功课。在他还没有练习到那个程度的时候，我直接就告诉他我已经看到的东西，其实有一点，让他的人生的路有点转弯。可能他本来是要右转的，可是听了我讲的一些话语，或是我跟他讲的一些什么，所以可能他人生就开始左转。那可能有些人会认为说这是好事啊，但现在的我觉得不是好事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左转的那个人生左转的所造成的责任，我就必须要承担。可是我身体可能还没准备好要去承担那个责任，因为那个责任是大是小，你不能控制，你也不能够了解后面它还会衍生出别的什么事情。所以现在呢，我如果大概已经知道事情的方向或是蓝图，我不会那么轻易的去说。也就是说，从前面开始练习，就是很直白的跟对方说你这样做不对，你这样做不对，一直到现在我不会说的原因是什么？因为很多还是必须靠自己内在练习去看，而不是直接告诉对方，你等于是剥夺了对方学习的机会，剥夺了对方可以有机会成长，你直接都抹杀掉了。所以也不要说，好像，比如说学佛的人啊，可能就会有很多就是佛家的一些，可能就会有一些戒律啊，那可能那个，比如说天主教啊，或是基督教，他们可能有一些也是一样，每个宗教都有戒律规章，其实家也是一样，就是公司也是一样，就是如果你把它当作是一个你在一个家里面的家规，你并不需要刻意的，比如说我在这个家里面表现的特别好，表现的特别优秀，然后一直跟你的兄弟姐妹说，你看我做的比你好，你这样做是错的，这样兄弟姐妹的感情是不会有加分。在同事之间也是一样啊，当你在公司的规章范围内做事，如果你因为你自己练习的，或是你的工作效能特别好，表现的特别突出、优秀，然后你开始跟你的同事说，你们这样做是错的，你们必须照我的方式去做，你们才能表现得更优秀。我跟你说，这样并不会增加你们的人，不会增加你们跟同事之间的情谊，反而这样子会变得更加不好，因为别人会认为你是谁啊？你为什么要讲这些话啊？对，你是很优秀，那又怎么样？对，反而并不能让人家更对你有幸福，相信的信，佩服的服，就是所以。因为现在要跟大家说，你除了每天小事情，很多人事物不断的去练习，你可能已经有进步到好2年级、3年级，拜托你们一定要回归到0，不要去告诉你身边的人说你这样子，你这样子，这样子，而且你必须要更有宽容的心去接受这个社会。本来就要很多样的人在一起才会精彩，因为有这些犯错，有这些过错，才能成就我们的人生。没有一个人的人生是100分，也没有一个人的人生是0缺点，所以我们才会从哇哇的落地，一直到现在。会走路、会说话、会思考，都是慢慢练习、慢慢成长的，所以不要因为你练习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，然后去
好像自己很厉害的，一直跟别人说你怎么样怎么样，就是反观内心，内心就算波涛汹涌，认为对方真的是做错，可是麻烦你要掩饰住你的波涛汹涌，给对方一个微笑，用引导的方式。记得你的练习只是希望你可以用引导对方活得更快乐，而不是要直接去好像纠正，请他解决问题。No， 不是。就像我们跟老天请求给我们练习，他总是很有耐心的给我们方法，而不是直接叫我们怎么去做，而是创造出很多的事件，让我们从这些事件领悟，了解吗？所以咯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，你练习到哪，就请你还是回归到内心。如果别人真的有事，或者是需要你的帮忙，请你用引导的方式 ，OK， 也不要指责对方，用包容的心对待他们 ，OK， 了解吗？I love you，拜拜。